这里是荔波小七孔景区的小七孔古桥，很难得一个人走在桥上。在小七孔景区，其实有大小七孔两个景区，所以来小七孔千万不要忘了去大七孔看一看。昨晚住在了小七孔古桥旁的酒店，没想到早晨醒来已经7点半了，赶紧去小七孔古桥拍照，一定要赶在8点以前，景区游客到来之前。几分钟就来到了小七孔古桥，感觉还是来晚了，光线太亮了。桥下也来了几个住在景区酒店的游客，看河里的小鱼。几个游客都比较自觉，轮流在桥上拍照。这就是住在景区酒店的好处吧。我也上桥走一个来回儿。这个视频如果后期加上慢动作和音乐就非常完美了。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7孔古石桥，桥长25米，宽4米。这个桥建于1836年，桥上爬满了绿色植物。如果早点来有雾气会更漂亮，感觉还是昨天晚上拍的比较有意境。现在桥上来了一对老年旅行团，趁早晨游客不多，周围转一转。远处是拉雅瀑布，桥下叫寒碧潭，旁边有个铜鼓桥。桥上走一走，看看两边的风景。现在回酒店吃早餐。原来这个养心谷酒店是氧气的氧，离小七孔古桥就100-200米，确实很方便，尤其适合早晨去古桥拍照。早餐清粥小菜。吃过早饭，现在去大七孔景区。这个酒店其实面积不小，酒店环境非常好，比较适合休闲度假。很多都是这种独栋小木屋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前面去坐景区的交通车。大七孔景区就在景区东门的第1站，虽然叫大七孔景区，实际上现在也就是小七孔景区里的一个景区。大七孔的特点是有一段可以坐船游览，船票单程20元，还比较划算。看着水多绿，坐船的距离大概也就1公里多，沿途风光非常美，所以可以单程坐船，回来可以徒步回来。这里的水真的是太绿了。河流的两侧都有栈道，如果徒步去的时候都走右侧。大七孔的景点以原始森林、奇峰溶洞、峡谷伏流为主要景观。坐船视野更加开阔，也更轻松自在。可以看到两边的山上都有溶洞。很多游客都在小七孔景区看到过小七孔桥，但是都没有看到过大七孔桥。因为大七孔桥年久失修，还需要走过去，所以很多人都懒得过去了。看看这两岸的峭壁，
这绿色像油画一样。绝壁上有很多钟乳溶洞，大约10分钟到了前面的码头。这段游船还是非常舒服的，20块钱，价格也不贵。前面下了船之后还要徒步一段距离，回程的码头在对岸，有这座桥连接。大七孔的主要景点都是下船后往前徒步，有恐怖峡、天生桥，还有妖风洞，大概要走2公里。峡谷间有几座这样的吊桥。抬头看看这个大七孔的峡谷，从这里沿着栈道一直往前走。大七孔的这个徒步栈道基本都是平路，所以不累。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前面的天生桥了。天生桥，远远望去就是山中很高的一个大洞。天生桥，有栈道可以从洞中穿过。小心旁边山崖的一些巨石。这个洞非常高，据说是60多米，但看上去有100米高。哇，这大洞上百米了。这个洞人称东方凯旋门，洞的宽度大概有20多米。洞里的栈道也很长。这是一个贯通的大洞，前面还拐了个弯儿。在这里遇到了2个粉丝，被认出来了。抬头看看这个天生桥大洞，天生桥顶端的厚度大概是10多米。这个天生桥还是非常壮观的，桥下也有瀑布潭水。往前继续走，这里有很多掉落的碎石。过了天生桥，往前走就是妖风洞。妖风洞，这段路还要走几百米。高高的绝壁之上，有很多的钟乳，上面有一个大洞。峭壁上的树也非常的漂亮。猛一看，我还以为这是个人在这里观景。妖风洞只能走到跟前，前面就不让进了，最近关闭。据说以前是可以进入这个洞里的。这儿的树和水真的太绿了。
边有个人造桥，以前这里都应该是通的。抬头看看这个妖风洞，这里就是大七孔的终点了。现在往回返，再欣赏一下这个天生桥。多漂亮的天生桥！桥下清扫垃圾的人，小七孔这边划船清扫垃圾的还是非常有特色的。你知道这个摇晃船只有什么作用吗？我前年来小七孔玩的时候，这个大七孔就因为下雨关闭了，所以到大七孔游览也是要凭点运气的。而且今天又遇到了这么好的天气，景色非常的美。到这个吊桥上走一走，前面就是游船的码头，左侧就是天生桥。远处看到的这个吊桥和天生桥，回程没有选择坐船，而是选择了徒步。河的两边都可以徒步回去，左边这个相对容易，因为是平路，而右侧就是在半山腰上比较累，但是可以看到河中的风景。看到了吧？左边的栈道比较省力，右边的栈道虽然是在山上，但可以看到下面的游船。人在船上，船也成了风景。感觉小七孔真是处处有美景。看，这右边的栈道就是在半山腰上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游船，坐船就好像是人在画中游。前面就到码头了，如果走右侧这个栈道，需要再多走几百米，走到景区的交通车站，再坐车回到东门。可以说这2天的小七孔行程非常的完美，赶上了5一假期免费，又赶上了这么好的天气。景区出口非常漂亮，这2天有很多人给我推荐去瑶山古寨，在景区出口也看到了这个广告，看着还是非常吸引人的。准备今天住在景区门口，明天去瑶山古寨，离这里只有几公里远。